你还记得上一次家里突然停水是什么时候吗？很多新加坡人可能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在这里，拧开水龙头有水，早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可如果全岛真的停水1小时，办公室、咖啡店、食阁、祖屋，整个城市都会瞬间陷入混乱。但你每天觉得理所当然的那股水，背后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提前10多年布局好的超级基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藏在登嘉。2026年6月正式启用的登嘉服务蓄水池，耗资1.2亿新元打造。它由2座接近5层楼高的封闭式巨型蓄水罐组成，总储水量约5.5万立方米，相当于22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未来，它将为登嘉新镇约42000户住宅以及旁边的玉廊创新区提供稳定供水。更令人意外的是，站在地面上，你几乎看不出这里是一座大型水利设施。PUB 特地采用深褐色铝制竖向饰条作为外墙，让整座建筑自然融入登嘉森林镇的生态景观。地面上看像一座公园，地下却藏着一座守护城市供水安全的保险箱。新加坡很多真正厉害的民生基建都是这样，平时几乎没人注意，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出问题。那么，它为什么能做到几十年几乎不停水？答案比你想象的还要硬核。先说第一个重点，怎么防漏？普通混凝土结构如果是分层浇筑，每一层之间都会有接缝。对蓄水设施来说，接缝就是长期风险点。时间一久，水压一上来，最怕的就是渗漏。登嘉服务蓄水池这次用了新加坡大型服务蓄水池项目里第一次采用的滑膜施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模板不是停着等你一层层盖，而是被液压系统慢慢往上顶。工人连续7天24小时不停浇筑，让整面墙像一整块被往上拉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很直接，接缝少，结构更完整，后期渗漏风险更低。水设施最怕看起来没事，几年后开始慢慢漏。它这一步等于先把最贵的维修麻烦提前消掉。第二个重点是它建在登嘉地势较高的位置，大约海拔40米。这不是为了视野，是为了水压。蓄水池在高处，水就能靠重力往下送。重力供水的好处很朴素，也很硬核。第一，省电，不需要大量泵站长期把水往上推。第二，稳定，局部停电时，水压不至于立刻掉下去。你会发现，新加坡很多关键民生系统设计时，先想的不是平时够不够用，而是出问题时还能不能撑住。第三个重点是监测。现在的水池当然不是靠人工每天拿试纸去测，系统会24小时盯着 pH 值、余氯、浑浊度这些指标。更特别的是，像这类系统还会结合生物监测，也就是 FAMS 鱼类活动监测系统。原理不复杂，小鱼对水质变化非常敏感，一旦出现异常反应，系统会把它当成活体预警信号，配合智慧水网做快速隔离。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水安全不是单点防守，而是结构、地势、传感器、生物预警一起上。你平时感觉不到，是因为它把故障尽量挡在你感觉到之前。问题来了，为什么这种设施总能在人口进来之前就先到位？这背后不是单个工程师厉害，而是整套城市规划思路。登嘉服务蓄水池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它本身，而是它出现的时间点。这个项目的规划早在2016年就启动了，2022年开工，2025年底主体完成，2026年6月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很多居民还没正式搬进去，很多地块还在施工的时候，水基础设施已经先准备好了。这就是新加坡很典型的做法，不是等人口到了，投诉来了，供水吃紧了，再补一座水库，而是先把骨架立起来，再让城市长肉。说白一点，就是宁可让设施先等人，也不让人住进去以后等设施。登嘉不是孤立，新加坡全岛有多座服务蓄水池，很多都藏在你很熟的地方，福康宁山、花巴山、珍珠山、碧山这一类高地和公园，下面都可能是城市供水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平时像缓冲器，帮全岛维持稳定水压，有需要的时候又像备用电池，
给社区争取切换和调度时间。你会发现，新加坡城市规划里有一个很稳定的底层逻辑。真正重要的系统，不能只看今天够不够，而是要看10年后、20年后会不会卡住。地上你看到的是新镇、学校、地铁和公园，地下其实是另一张更贵、更慢、更不能出错的网。讲到这里，还只是供水层面。再往上看，你会发现新加坡做这些，不只是为了舒服生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对水这件事一直有很深的危机感。如果你只把水看成日常账单上的一个项目，就很难理解新加坡为什么要在地下砸这么多钱。因为对新加坡来说，水从来不只是公用事业，它一直带着国家安全的意味。现在新加坡每天用水量大约4.4亿加仑 ，PUB 也讲得很清楚，随着人口增长，还有半导体、先进制造这些高耗水产业继续扩张，到2065年总用水需求大概率会翻倍，而且其中大约60%会来自非住宅用途。更关键的是，2061年，1962年签署的柔佛供水协议到2061年到期。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敏感？不只是因为协议本身，而是因为它提醒新加坡水源依赖不能永远交给外部条件。所以后来新加坡才一步一步把4大国家水源做起来，包括本地集水、进口水、New Water 和海水淡化。你会发现，这套系统的逻辑不是押宝某一个答案，而是把风险拆散。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超级工程，就是 DTSS 深隧道阴沟系统。它把全岛废污水通过深层隧道集中输送到水回收厂，再变成 New Water。换句话说，新加坡不是只在找水，而是在把整座岛做成一个可循环的水机器。这样再回头看公园底下那22个泳池，你就会明白，它不是孤零零的一座水罐，而是2061之前整场水安全布局里的一个节点。那问题就来了，既然系统这么贵，最后是谁在买单？答案就在你每个月的水费里。这2年很多人对水费上涨有情绪，这很正常。2024到2025年分阶段调整下来，每立方米整体大约涨了0.50新元，幅度接近18%。对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完全无感的数字。问题是，如果你把新加坡的水系统拆开看，这个价格背后买的从来不只是把水送到你家门口，最贵的部分往往是你看不到的，比如海水淡化和 New Water， 这2样能让新加坡减少对外依赖，但它们都很耗电。再比如基础设施更新，登嘉服务蓄水池一次就要1.2亿新元 ，DTSS 是100亿级别，水厂、管网、监测系统、维修团队、网络冗余，这些都不是装好就结束，他们要持续维护、持续升级。也正因为这样，新加坡很多项目会在建设阶段就尽量把长期运营成本压下来。像登嘉蓄水池建在高处，靠重力输水，就是为了以后少用电；滑膜施工减少渗漏风险，也是为了以后少修、少停、少浪费。所以你可以把现在的水费理解成2部分，一部分是今天喝到的这杯水，另一部分是为未来几十年的不停水能力分摊成本。你不一定会喜欢涨价，但如果完全不涨，最后通常不是系统更便宜，而是维护被拖延，更新被推后，风险被留到以后爆出来。说到底，水费买的不是水龙头里这一刻的流量，而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它依然会流出来。新加坡最厉害的基建，很多时候不是你每天看见的那种大项目，而是那些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存在的东西。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园底下藏着22个泳池的水量，地面上却只是日常散步、晨练、遛娃的地方。真正的安全感，往往不是危机来了以后抢修得多快，而是危机大多数时候根本轮不到你感受到。你拧开水龙头，水来得很稳，这件事太普通了，所以最容易被低估。但恰恰是这种普通，背后站着的是几十年的规划、上百亿的地下系统，还有对2061之后也不能失手的准备。如果你住在登嘉，知道家附近公园底下就是这样一座大型蓄水设施，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基建先行，确实让人住得更踏实一点？我是阿明，我们下期再见。